大家好，这里是 Bravo Hotel 5 Hotel November Uniform BH5HNU。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Nano VNF 网风的校准操作和驻波比，也就是 SAL 反射、滤波器带宽，也就是 SAL 传输的简单测量。网风在发货前呢，都是经过全频段校准的，校准数据存在参数0的位置，对应界面左边的 C0。收到货开机的时候呢，会自动调取参数0的数据，默认 50K 到1000兆全频段扫描。C0 下面是 DRSTX 5项校准误差项，字母显示出来呢，就代表对应的误差项存在。网风经过校准之后，这5个字母都应该正常显示。假如我现在要测量一根 UV 双段手台天线的驻波比，为了让测量的结果显示得更精确，我要重新设置一下网风扫频的起始频率。点开菜单，我重新设置一下网风扫描的起始频率为100兆，点击激励起始。默认进入数字条模式，可以用波轮上下修改红色激活数字的大小，长按中键可以改变激活数字的位置。更便捷的办法呢，就是点击数字条右侧弹出键盘，设置起始频率100兆，同样设置终止频率600兆，然后把黄色曲线修改为我们需要的驻波比。在显示格式选择驻波比。如果修改频率只是用于短波段测量，就是3到30兆，校准数据的误差一般可以忽略，没有必要重新校准。经常测 UV 段的最好是重新校准一下。然后找到校准菜单，点击重置校准，左边的字母重置校准，点击左边的字母都会消失，然后点击开始校准。第一项是开路，我们在一端口接上开路校准键，开路校准键 SMA 头内部是空的，然后接上去，等待界面上的波形数据刷新1到2次后，点击开路菜单。看到开路菜单反选，说明此时一端口的开路校准数据已经保存了下来。蓝色背景自动滑到短路菜单，提示我们进行下一项短路校准。短路校准键内部是一根针，同样等待界面上接上短路校准键，等待界面上的波形数据刷新1到2次后，点击短路，得到一端口的短路校准数据，然后是负载校准。负载校准50欧姆负载校准键是一个不锈钢的 SMA 射频负载，内部也带针。接上负载校准键，等待界面上的波形刷新1到2次后，点击负载，得到一端口带负载的校准数据。接下来是隔离校准，按照 SOLT 的标准校准方法呢，隔离校准需要端口1和端口2同时接匹配负载。由于我们的网风硬件电路上2端口输入已经加了50欧姆电阻，所以不用再外接负载，所以把不锈钢负载留在一端口，直接点击隔离，就可以得到2端口的隔离校准数据。最后一项是直通校准，我们使用 SMA 连接线连接1、2端口，等待界面上的波形数据刷新1到2次后，点击直通，得到直通校准数据，最后点击完成。
将数据存入参数1。此时网封已经校准完成，我们可以看到1、2端口连接的时候 ，S21 基本上在 0.4dB 以内。我们可以在1端口接上50欧姆标准负载。可以看到 S11 驻波比在100兆到600兆的频率范围内基本上小于 1.01。后面我们重新上下电，网封都会自动调用参数1的数据。比如现在我们的起始频率已经是100兆和600兆了。目前我们看驻波比呢，这边先把 S21 这条曲线给它关闭。现在我们在1端口接上欧讯原装的 UV 手台天线，欧讯的这个天线是 SMA 光头，可以直接连到网封。我比较习惯用 SMA 弯头连接到1端口，来模拟手台真实使用过程中天线的方向，大概是斜向上这么一个样子。看黄色的驻波曲线，大概在 V 段，大概在 V 段150兆和 U 段440兆附近有2个驻波的最低点。为了更清楚查看 U 段驻波数据，我将起始频率重新设置为300兆。现在扫频的中心频率是450兆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状态下驻波最低点大概是 1.08 左右，大概在441兆的频率。接下来我们用网封测试一个滤波器的性能。使用射频测试板，这上面有一个-3dB 带宽为400兆的低通滤波器。Port 1接滤波器左边输入 ，Port 2接滤波器右边输出。已经连接好，然后打开网封的 S21 曲线。把之前显示的驻波比曲线给它关闭，然后调整一下 S21 的刻度格式，大概是每隔2dB 左右，可以同时显示相位图，修改为 S21 传输。可以看到低动滤波的曲线，图中的蓝色曲线已经非常明显了。这个结果呢，可以和 RFCM99 这个仿真软件在电脑上对比一下。现在我们来找一下-3dB 带宽的位置。首先把光标移到大概150兆左右。这个滤波器的固有差损大概是-0.7个 dB， 然后选取标记2，然后找到
大概负3.7 dB 的位置。这个点频率大概是380兆赫兹，说明这个滤波器的负3 dB 带宽大概在380兆赫兹左右，和理论值还是十分接近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讲解到这里。这款网风呢，其实还有很多值得研究探讨的地方。祝大家玩得开心，美好的7·3送给你们。